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郑业成和袁冰妍的假戏是真的，郑业成与袁冰妍的真实恋情曝光。郑业成和袁冰妍的电视剧《朱庆浩》一开始并不受欢迎，甚至原作者早早出来澄清与剧的关系，暗示影视版的《朱庆浩》被魔改了。该剧一开播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，绝对是一匹黑马。而郑业成和袁冰妍也因为这部剧成为了荧幕 CP。郑业成和袁冰妍的假演是真的吗？今天小编就来揭秘他们两人的真实关系。无论是在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，还是在为朱庆浩做宣传的时候，郑业成和袁冰妍合作的非常愉快，两人的互动也非常有趣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除了电视剧之外，对郑业成和袁冰妍的真人 CP 也是十分痴迷的。网上也有很多关于两人拍假戏的传闻，但都不是真的。郑业成和袁冰妍虽然合作得很愉快，但也仅限于同事和朋友。郑业成和袁冰妍没有任何关系。郑业成隐婚生子，怎么可能和袁冰妍约会？而且根据郑业成和妻子前不久离婚的消息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开始新恋情。因为郑业成和袁冰妍合作的非常愉快，两人都没有拒绝第二塔，之前也表达过对第二塔的愿望。郑业成和袁冰妍现在确实没有在一起，但是以后有没有可能还很难说。毕竟俊男静女的美貌是很容易谈的，未来的某一天引发爱情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所以喜欢郑业成和袁冰妍这对 CP 的网友们，还是可以期待 CP 梦想成真的。02祝青好看点之角色分析，袁冰妍和她的刘玲。祝青好作为 A 级剧，给出了不逊于 S 加级剧的成绩，是有许多亮点可以值得分析的。人物设置的成功，以及演员对角色的表现的成功，是很重要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作为古偶剧成败关键的女主角。古偶剧主打的女性观众市场、女主人设以及女主演的角色完成度是举足轻重的。祝青好的女主长乐郡主刘玲是个很特别的人物，甚至可以说是当今古偶剧女主里独一无二的一位。观众给她的评价是大勇和大虎，说的就是她会主动追男人，而且追男人的手段还很不矜持。其实会直白的追男人的女性形象，在荧幕上虽然不是特别多见，但也还有的，只是她们大多数不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，更遑论作为女主角。在传统的审美里，女孩子会被要求要淑女，要端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只能被动，只能等男孩子来追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而不是反过来去追求男子。要矜持，即使有了心仪的男孩子，也不可以主动，多看两眼那都不够大家闺秀。更别说是像长乐郡主一样，没有机会也要制造机会，动不动就生扑，揪准了时机就直接上手的。在传统影视或者小说里，这种举动都是留给女反派们的，再不然也要是个心地虽好，但也是出身风尘的女子什么的。就比如刘玲当着沈燕的面往自己里衣里藏她的腰牌，这桥段不新鲜，但通常没人敢给女主用。在当代剧里，这种传统有一定程度上的破除。现代言情剧里，女孩子动了心，也是可以主动追男孩子的，但这主动追也仅限于言语表白、送礼物，就算是死缠烂打型的，也就是追着多表白几次，直接生扑，上手扒衣服什么的，那也多半是给恶毒女配准备的桥段。在古装剧里，这样的女追男就更少见先例。当然，这种角色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审美和价值观做了颠覆，对习惯了传统恋女缠郎恋爱发展模式的部分观众来说，可能会造成不小的冲击。因此，在一开始，可能会有部分人对此表示接受困难。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古代也许是不能这样的，但是这部剧是个朝代架空剧，朝代架空剧给了创作者更多的创意空间。我们在架空这个框架下，开始看到了许多的女王、女帝，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架空的古代里，女子是能这样的？
喜欢的就不遗余力去追，不喜欢的，王爷老子定的亲也照退不误。还是福柯那句有名的话，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，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。这样的女主设定使得整部剧跳出窠臼，但是对扮演女主的袁冰妍来说，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古装的女追男，还是身份相当高的郡主追一个千户，还追得虎猛无所顾忌的。演女主的袁冰妍几乎是没有作业可抄的，她前头绝少人演过这种角色，她连找个借鉴的都难。所幸的是，袁冰妍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角色的平衡点，有勇有虎，偶尔还有点小作，还有童年阴影下挥不去的脆弱，这些性格特征都被她很好的统一在了刘玲这个角色中。袁冰妍没的作业抄，但还是交出了一份很漂亮的答卷。刘玲这个角色丰富了荧幕上的女主形象，而我还要特别为这个角色的颠覆意义点赞。刘玲这样的勇，其实又何尝不是许多女孩子想要成为而没能成为的样子？